什么 iPhone 16还要再多加一颗按钮？我们都知道 iPhone 15 Pro 系列多了一颗 Action Button 取代掉它的静音拨钮，那现在 iPhone 16还要再多加一颗。大家好，我是努爹。那我们今天有几则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真是蛮多事的，苹果也推出新产品啊，他们有新的发表会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讲相机的新闻。那徕卡推出了 M11P 的这个相机机种。那大家知道我去年有开箱过徕卡 M11嘛？那整体相机体验真的是，那可能我是徕卡粉啦，觉得当初那一台 M11搭配它的镜头拍摄出来的档案真的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挑剔。那现在这台 M11P 的机种，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在 M 系列里面，在底片机里面，他们有一台相机叫做徕卡 MP， 那这个 P 可能是意思是 professional 专业的意思嘛？那它的外形设计呢是使用这个经典 M 机的设计，那这可以追溯到 M6之前，在更早以前的机型，他们是没有这个徕卡红标圈圈的 logo 在上面，所以整个相机的正面是非常干净，还有经典的设计。那在数位的机型上面，从 M9 开始之后，也有推出 M9P 的机型，那也是一样把 logo 拿掉，然后变成一个很干净素面的设计。通常都是在这个数字型号再过一阵子之后才会推出，那他们可能在除了外形上面的差异之外，里面也会做一些小升级。那依照历年的版本啦，但除了 logo 拿掉之外，那可能在外面这个漆面的地方也会做成比较哑光黑这种雾面的材质哦，就让它显得更低调。背面萤幕的玻璃也会改成使用蓝宝石的玻璃，让它更耐刮。那它内部上面可能因为世代的不同，可能会做一些小升级。那这次在徕卡 M11P 上面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外形我们所习惯上面的升级之外，它在内部也首次加入这种像数位认证的档案，那是世界上第一台拥有内容认证的高端相机。在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在拍摄任何照片之后，它都会记录下拍摄者还有照片拍摄当下的所有资讯。事后用这个档案再去做任何后置调整之后，它也会阶段性的记录下来，所以代表任何后置都是有迹可循。那这样也可以去验证说这张照片真正的拥有者跟创作者是谁。那其实用处很多啦，除了可以证明这个照片是你拍的之外，那任何后置上的处理，你做了多少处理，在 Photoshop 里面做了怎样的调整。尤其我们知道现在的后置技术都很强，更尤其现在 AI 技术的加入之后，你要移除啊或者增加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看得出来是真是假。那或者是可能整张照片都是 AI 创造出来的。那这样的认证模式呢，可以让你的创作有所记录，被盗用时呢，你可以提出很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张照片是你的。那再来呢，就是机身里面的容量从 M11 的64GB 升级到了256GB， 就像先前的 M11 Monochrome 一样。那我个人是一直最爱这个 P 的版本的设计，非常经典，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那现在可以开始订购，那台湾这边我不太确定出货的时间，但它的定价是台币29万，那你有银色跟黑色的选择。那同时他们也推出新的28f2.0 的 Summicron 镜头，那加入新的设计，让它最近的对焦距离来到了40公分。那这边40公分就要透过 Live View 来取景。那这颗镜头的售价呢是16万8千元。好，那我们先来讲，我们111团购的优惠正式已经先上线了，就先偷跑。如果你不想等到那一天，有些东西想要先买到，像是上次团购大家非常抢手的这个 MagSafe 行动电源，有5000还有1万毫安时的选项，可以 MagSafe 充电，背面也有无线充电可以充你的 AirPods， 同时也可以用来补电。底部的 USB-C 除了充行动电源之外呢，也可以向外输出给其他装置充电，是一款使用模式超多样化的行动电源。当初团购很多人错过了，但没关系。那我们这次有提供优惠，让大家当初没有买到的现在也可以买到。那或是你也在找给你 iPhone 现在用的快充头跟快充线的话，我们也有测试到一个觉得非常稳定的一个使用组合。快充头有双孔 EAEC、台湾 BSMI 安规认证，支援 QC 3.0、PD 3.0，一次充电双装置很够用。快充线呢，同时也支援高速传输，一线多用，甚至要给你的 Mac 充电啊，这条线也能支援到最高100瓦，非常的实用。而且一整组配上这种高瓦数、高传输速率的线，1000块不到，我觉得超级便宜。那大家如果不想等到当天啊，怕可能买不到的话，或是晚出货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先到这个早鸟的连结去购买咯。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这个重点了，就是 iPhone 16又要再加入一颗按钮。那他们说这可能是用来拍照专用的按钮吗？那其实关于这个消息哦，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爆料者在传出来，他们说在 iPhone 16上面，可能除了现在这个 Action 按钮之外，还会再多一颗按钮在现在 Power 键的下面。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就必须要把毫米波天线的位置调整到另外一边，变成在音量键的下面。那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讲说苹果要增加这个新按钮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它不会是一个按压感应式，它可能会是一个电容式的按钮。但是后来呢，其实到晚期的之后，它的爆料也有点改变，说苹果还来不及使用这个电容式的按钮，或者说它在测试上还有一些问题，组件上还有一些短缺，所以他们改成这种单独按压式的按钮。那在今年这个 Action 按钮真的出来之后呢，我在使
用它一阵子之后，我也有点去理解到说，好像这颗按钮其实如果做成电容式会是更合理的方式。你在我们去抓手机的时候，如果它真的是像我们有观众分享说，他们可能绑在一个替家里什么东西解锁的这个方式，那可能不小心去按压到它的时候就会进行解锁，那这一点让他觉得有点困扰，那也导致他后来把手机壳换成这种不是单独按键变成开孔式的这种按钮。这个我们现在有讨论到，就是说手机壳可能在你设定这个功能键上面使用情形都不太一样。但我们讲到这些，其实如果这一颗按钮是电容式的，是感应你按压触控式的这种按钮来讲的话，其实大致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大家可以看看一下这个手机的位置吼，这个多出的 Action 按钮是在这个音量键的上方。那有时候你去抓手机的时候，有人说会不小心这样去压到它。那先前压到音量键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嘛，它也不会开启什么指令、什么动作。那先前在静音键的时候不小心拨到它，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它就是静音跟不静音而已。但是有人现在设定很多功能或是一些捷径在上面的时候，不小心压到它的时候，就会稍微麻烦一点。那他们现在讲的另外一个增加的按钮会在这个 Power 键的下面，在这个位置。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这边本来可能美国版本比较清楚，它这个毫米波的这个天线的位置会移到另一边。那现在 SIM card 会移到 SIM card 位置的下面吗？但如果真的做出这样的设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在现有体系里面去想说，怎么样增加它的功能性？因为触控萤幕我们现在左边向下滑，右边向下滑，然后下面向上滑，左右滑，这些已经有超多操控指令，对很多人而言已经很难记了。又有2指触控、3指触控、3指滑什么这些，所以它整个使用的界面其实因为它功能性也增加了，所以到了可能有点乱的程度。那你要把什么东西设计在上面，让它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开启、关闭什么功能，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去思考。那像旁边这个 Action 按钮，有人很喜欢，那我自己也想要把它设定成这个拍照使用啊，或者相机快门使用的按钮。但是现在来讲，它只能设定单功能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不太可能为了单一去拍照，把它设定成这个功能。其实这种时候，如果像其实 Sony 的相机它有多一个快门的功能在这边的话，似乎好像也是蛮合理的。但如果你问我时间点的话，个人是觉得现在 iPhone 15刚多了这颗按钮，那这颗按钮它目前来讲，在它的泛用性还是只有把它限制成单一的功能。那我觉得如果在 iPhone 16马上加入第2颗按钮，然后又有其他功能设定的话，会不会让使用者感觉有点乱掉？那可能同时在下一个 iOS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功能按钮他们会解放出更多的设定在上面，可能长压按2下或什么。我觉得苹果可能比较走这种渐进式的方式啊，就是可能先有一颗按钮让大家去习惯它之后，下个 iOS 把它增加更多功能，然后可能再隔一代才会再增加一个新的按钮。但同时间呢，会不会在 iPhone 16他们又把这个按钮做成他们跟数字系列上面的区隔？因为我们看到动态岛是在14 Pro 系列上面先有，然后15把它下放到数字系列上面。那15 Pro 上面有这颗功能按钮，那可能到16的时候再把这个功能按键下放到数字系列上面。所以这会不会是他们用来区分规格的方式？但其实我会想的就是说，以后这个手机壳要怎么设计？因为如果这个功能按钮跟旁边的按钮都变成这种触控感压式的话，今天就算你要做，也可以感应去到它触控感压的按钮，这边上面跟这边下面各要开一个这样的按键，或是我觉得如果直接做开启的方式的话，那侧边也要再开一个比较大的孔。那这种时候到底哪样的方式会比较容易，或是适合去按它？那同时在他们制造手机壳的成本上面会比较好去平衡掉。那这个可能就是再来手机壳厂商会有更多烦恼要去思考。就像今年碰到开孔按钮2个不同的方案在那边竞争的这个方式，那再来可能在改成这种电容式按钮之后，他们有更多的困扰要去面对。OK， 那我想问看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你们现在对这颗功能键的想法是什么？那再来改成这种触控按压感应式，或是马上他们在下一代这边也在增加第2颗按钮在旁边的话，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这么快就增加第2个按钮？或是你们希望有什么样的功能在上面？那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OK， 那下一则新闻我们来讲，苹果发表会结束了之后，我们有一场直播，有一支影片跟大家讲说里面什么东西建议你们去怎么去购买。但是我们今天要讲是这场发表会啊，整场发表会都是使用 iPhone 15 Pro 系列来拍摄的。当然啦，很多人会说它里面使用超多专业的器具啊、稳定器啊，那甚至搭配着空拍机来架着 iPhone 来拍摄，那这些都是超级高规格的配件。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它里面没有用任何的外接镜头去拍摄，因为我们知道先前苹果可能有时候请人家导演去拍摄的时候，他们会有外接镜头。那这次发表会至少在我们看到所有他提出的片段里面，都是直接用 iPhone 原生的镜头去拍摄。但也一定又会有人说了，如果要有这么高价的器具器材去配合拍摄的话，好像什么手机几乎都可以办得到。像是苹果其实一直以来有请很多名导演来帮他们拍一些短片、宣传片，但我觉得你要看它的流程，还是要赞叹一下它整个发表会制作的流程啊，它的用心程度，然后到我们最后剪辑下来短短的30分钟的影片。那在这之中，这个创意的发挥，然后看这些影像工作者怎么在这个器材的限制上面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个人还是对这样的这个过程啊，还有对这些影像工作者的专业感到非常的敬佩。那当然也让我们看到说，每次发表会上面看到的一些细腻，还有整体展现出来的质感，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苹果对每次发表会重视的程度。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我是苹果弟，我们下次面见，拜。